他叫萧弓，是个僵尸啊，不是，是一名善良、活泼、乐于助人的元气少女。她最喜欢烟花，那种转瞬即逝的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萧弓的全方位攻略。作为一名新的火 C， 他成功取代了安博接替了提瓦特第一火攻的称号，虽然总共只有2个人。从萧弓的技能组来看的话，感觉策划是有那么一点点想把它往辅 C 或者说是双 C 的方向去发展的。不论是大招无法自己触发，还是其固有天赋的攻击力加成，其实都是在给队友做辅助的。但总体来说，这辅助还是差了点意思。站桩主 C 还是更适合萧弓一些。萧弓突破加的是暴击率，突破材料是鸣草，鸣草生长的地方都比较难踩，需要做任务，主要是3个点位，它被杀底层、无响刃匣尖和蛇骨矿洞。那么还是按照惯例，我们先从萧弓的普攻和重击开始说起。先说重击吧，萧弓的重击伤害其实不算高，但很特殊。重击的2段蓄力会生成烟消石，依据蓄力的时间至多生成3枚，这3枚烟消石就像是导弹，是会自动追踪敌人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伤害不是很高，10级也就30%的倍率，所以烟消石肯定不是用来打伤害的，那用来做什么呢？破盾。根据元素附着的机制，萧弓满蓄的蓄力间是可以打出2次火附着的，但蓄力时间稍微有点长，其实也不是特别合适。那还能用来做什么呢？抓鸽子、射鸟。 Nice。 萧弓的蓄力剑确实不咋地，攻击频率可能会是一方面的优点，但至少目前为止，烟消石的这个设计我暂时看不出来有多大的作用。然后是普通攻击，萧弓的普攻分为5段，共计7次伤害，其中第1段和第4段是2次伤害，射速还是非常快的，一轮普攻下来3秒不到，对单非常强力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过，你会发现萧弓每段普攻的收尾动作其实都是有变化的，真不错。萧弓的普通攻击其实设计得非常巧妙，它有完美的利用到元素附着的机制。开启元素战绩之后，萧弓的普攻将会转化为赤焰剑，造成火元素伤害。如果我们带的队友是行秋，这里先说明一点，火落水，行秋附着频率很快，而且萧弓的剑是弱火，萧弓带行秋是萧弓一直在打蒸发，我希望这点不要有人搞错了。先用行秋给怪物灌上水，然后切萧弓开始射击，你会发现萧弓能打出蒸发的剑正好是第1、第4和第7支，而且打完1轮普攻，下一轮的普攻也遵循这个规律，并且其中第4和第7正好是倍率最高的2段，这不是巧了吗？你要说这不是策划故意这么设计的，我还真不信。因为这一牵扯到元素附着的机制，可能有些观众还不懂，我就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吧。首先是大前提，元素附着和元素反应是2个东西，反应的前提是元素能够附着，不然就打不了反应。元素附着其实有2套机制，第一套就是 CD， 元素附着是有 CD 的，当你第1下给敌人挂上元素之后，需要等待 2.5 秒才能再次挂上元素，在这 2.5 秒间，你的元素攻击是附着不了元素的，即打不了反应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公子打无相火不能刀刀蒸发，萧弓打无相冰不能渐渐融化的原因，因为从机制上来说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第2套是攻击次数，被简称为计数器，前一个简称为计时器。在 2.5 秒内，若是我们能打出4次普攻伤害，那么即便附着 CD 没有到，这第4次攻击也会挂上元素。通常来说，每间隔2次攻击就会有1次元素附着，也就是说，在不考虑元素附着 2.5 秒 CD 的情况下，第1、4、7、10次攻击是可以附着上元素的。然后我们再加入有元素附着 CD 的情况，假如你第5次攻击正好在 2.5 秒之后，那么由于计时器 CD 到了，你这第5次攻击就可以再上1次元素附着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计时器的缘故，我们第4次和第5次攻击是可以连续2次都附上元素打出反应的。2套机制是共存的，但计时器会强制刷新计数器。这也是为什么萧弓第1套普攻完接下一套普攻时，最后1下和第1下都能打出蒸发的原因。通常来说，游戏内大部分的角色都是遵循这一机制的，但这并不绝对，有的角色的技能组的计时器和计数器是比较特殊的，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附着 CD 和附着次数间隔。就好比香菱的大招、迪卢克的元素战绩，他们都是无视这2套机制可以次附着的，但大多数它都是遵循这一原则的。另外，元素附着的机制它只针对同一个攻击模组，比如普攻算一个模组，元素战绩算一个模组，大招算一个模组，这3个模组之间的元素附着是不会相互冲突的，
都是自己计算自己的。就好比你打一次普攻，然后立马接元素战技和大招，你的普攻、战技和大招之间是不相互冲突，是可以全部附着打出蒸发和活化的。但普攻和普攻之间，战技和战技之间是有 CD 和次数间隔这一限制的。当然听不懂也没关系，我们不管它，你只要记住刀刀蒸发这种事是不现实的就好。综上所述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得到萧公最佳的输出手法，那就是站撸。我们最好能打完一套完整的普攻，再做其他动作，不然由于计时器的原因，你的普攻附着的段数将会发生变化，打出蒸发的将不会是倍率最高的两段。关于萧公元素战技的产球机制非常简单，开启元素战技不会产球，之后普攻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会产出一颗能量球，这个产球的段数是固定的，我们可以通过一直打第一段来快速积攒能量，但说实话没什么必要。萧公不太吃大招，而且第一段攻击的伤害不高。最后其实在做攻略时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算是一个小乌龙。萧公元素战技的技能描述是普通攻击的箭矢会转化为赤焰箭，造成火元素伤害，并提高普通攻击造成的伤害，然后给了我们一个赤焰箭的倍率，8级是 155.8%普通攻击伤害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开了元素战技之后每件都是这个固定倍率，但结果不是。然后我又以为是普攻倍率加上这个倍率，但我看伤害怎么看怎么不对劲。最后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 155.8% 的普通攻击伤害它少了一个倍字，也就是说其实是普攻的倍率和这个的倍率相乘。不知道是我语文不好还是文案写的有问题，虽然我语文真的不太好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先入为主了，但我还是想说 One try 打元素爆发，萧公会腾空跃起，造成范围元素伤害，并且会为打中的其中一名敌人施加流金火光效果。处于该效果下的敌人被除了萧公以外的队友打中时，会引发爆炸，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，爆炸最多2秒一次。若敌人死亡，该效果则会传递给附近的另一名敌人。流金火光的持续时间是10秒，也就是说理论最多可以引发5次爆炸，但实际能打出3到4次爆炸就非常不错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大招的手段虽然范围还行，但倍率并不高，而且流金火光爆炸造成的火元素范围伤害也不大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小，除非你用温迪把怪都聚起来，不然很难炸到周围的怪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其实这大招还是用来对单的。不过好在是，即便角色处于后台，只要我伤害打到了拥有流金火光效果的怪身上，也是可以触发流金火光的爆炸效果的。所以我们也不用刻意去切换其他角色打伤害，找个有脱手技的角色，像是行秋什么的，也不是很难触发嘛。虽然伤害是真的鸡肋，一开始我也有想过利用公子和萧公大招配合，但试过才发现真的没什么必要。本身公子对群就猛的一匹，萧公这大可有可无，而且就算是双 C 轮流打，就算能相互补足真空期，也没见得比单 C 要来的好。这大招体验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只能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技能。比较不错的一点可能就是大招第一段是强火，之后每一段是弱火附着，用来破盾还不错。萧公的固有天赋4，在元素战技期间，你的每次普攻会提高你 2% 的火伤，最高10次。该效果持续时间是3秒，这3秒指的应该是刷新持续时间，就是每攻击一次，该效果的持续时间都会重新刷新为3秒。从效果来看，我们需要1轮半的普攻才能点满 20%。萧公的元素战技持续10秒，差不多能打3轮普攻，还算 OK。固有天赋5的效果是基于固有天赋4生效的，开大后基于固有天赋4叠的层数给队友提高攻击力，基础 10%， 每层增加 1%， 最高 20%。其实从这2个天赋我们也大概能匀出萧公的输出手法，那就是先开元素战技输出，输出完下场前放大，然后切其他角色出来开大开元素战技，走完一个流程后再切萧公，如此往复。萧公本身的机制并不复杂，上手应该是很快的。至于命座，其实每一命对萧公的伤害都是有提升的，但我也抽不起，所以看看就好。武器推荐，首推费尔之贤阵，也就是本次武器 UP 池所谓的萧公专武。光看武器的效果，其实就能知道是非常契合萧公以及追忆4件套的，配合4追忆，基本可以把武器的被动加成吃满。当然这弓还是有那么一点问题的，就是给的爆伤太高了。如果选择这个弓，爆伤其实很容易堆到200往上，我个人建议爆伤在200到220就差不多了，再高就有点溢出了，倒是暴击率可以堆得高一些。萧公本身突破加的是暴击，我觉得剩一物好点，暴击率堆个100%是不过分的。
萧公还是很吃暴击的，最好能有80%往上的暴击率吧。其次推荐满金的弓藏，在适应物相同的情况下，它和飞雷弓的差距非常小。在你爆伤越来越高的情况下，满金的弓藏会无限接近于精英的飞雷弓，甚至有可能会小胜。当然这仅限于吃普攻输出的角色，其他的武器其实都不如这2把，当然没必要强求，有什么用什么。其他的5星武器伤害会差点，但是都能用。4星武器可以找一些对普攻有增益效果的，比如破魔之弓，只不过这把弓不是个追忆套，搭配魔女会更好。适应物选择，其实追忆和魔女都是能用的，追忆会更好一点，也更契合飞雷弓。各部位主词条还是老样子，选择攻击沙漏、火伤杯和暴击头。官位我还是更推荐暴击率，萧公真的挺吃暴击的，我自己的萧光80%的暴击率我都嫌少。要是你的适应物足够好，其实是可以把头换成攻击的，攻击头挺好的，特别是你带飞雷弓的情况下，但前提是你双爆得足够。妒火勉强能用吧，但你选了妒火其实就等于抛弃了反应，走纯火伤了。萧公的普攻是落火，配合行丘时怪物身上始终是挂着水的，妒火套等于没有效果。打超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最后是最重要的阵容推荐环节，萧公是超强单体输出，而且由于弓箭的特殊性，不像近战一刀可以砍到多个敌人，弓箭每箭是只能射中一个敌人的，无论你怪聚不聚到一起，所以萧公是几乎没有对群能力的。配对我觉得可以往2个方向走，一种是把萧公的优点再放大，走极致的单体输出，另一种就是弥补萧公的缺点，让萧公拥有对群能力。第一种配对可以选择钟离、萧公、行丘和班尼特，这个配对对单极强，萧公10秒元素战技打热头的效果是这样，自己感受。而且我萧公的摄影物还没有追忆4件套的效果，加上追忆4的效果，这个伤害还能提30%。行丘和萧公的适配性其实还挺高的，比如说萧公刻意设计过的普攻的附着，但还是存在一点小问题的。萧公的元素战技 CD 是18秒，而赤焰剑的状态持续10秒，有8秒的真空期，这8秒的时间对行丘来说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，是比较尴尬的。可以选择萧公多战场几秒钟，不然循环会有点问题。和班尼特就是搭的不能再搭，首先双火羁绊，其次萧公作为一个远程输出，其优点就是输出手法简单安逸，手击党也不会有什么压力，所以萧公是可以放心站在班尼特的圈里输出的。再搭配上钟离的盾，这就是个真战术游戏 ，A 就完事了。想要伤害更极致一点，还可以把钟离换成万叶，不过这个配对对群会稍微弱一点，只有万叶和钟离能打一些群伤。如果想要弥补萧公的对群能力，可以选择超载流，像是萧公、北斗、菲希尔和班尼特，双雷充能几乎无压力。刷萧公圣遗物时，也可以顺便帮北斗刷一套。对群效果有北斗的大招，是缓了一大口气的。而且北斗有盾，班尼特有奶，可以提高生存能力。超载也能持续削弱敌人的韧性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，把菲希尔换成行丘，走传统的魔王武装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北斗对新的绝缘套的需求就会更大一些了，但生存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。只不过我们应该是看不到超载和感电频繁触发的景象了，总体反应会以感电为主。至于双 C 的阵容，还是说萧公作为辅 C 的阵容，我暂时不做推荐。不是说不能用吧，可以用，但没必要，成本摆在那里，有现成的公子可以用，效果还行。视频的最后还是谈一谈萧公这个角色吧。萧公作为一个火 C， 强度确实差强人意，但他绝对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弱，对单能力没得说，是真的很强。最大的缺点其实就是缺乏对群能力，没有大范围的 AOE， 对一个主 C 来说确实是有点伤。本以为大招是可以补足这一点的，但从结果来看，这大招的机制确实有点意思，但也仅限于有点意思了。抽卡这东西吧，其实是看自己缺什么，看自己喜欢什么。我为什么抽萧公？我缺少火 C， 所以我抽了。能人不算。而且目前所有火 C 里，只有萧公是御姐。你看这笨蛋，你看这身材，你再看看到7这个国度，其主旨是永恒。对转瞬即逝的烟花来说，它和永恒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非常矛盾。但我们若是换一种角度思考，一起观看烟花所留下的回忆，那不亦是一种永恒吗？烟花易逝，人情长存。在萧公心中，明神岛夏天的象征是烟花，而在大家的心中，明神岛夏天的象征是他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攻略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个赞，点个3连。当然关注是最好的了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